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副社长 Niki。那大家敲碗敲到破掉的 VTuber 介绍主题，终于迎来了 Part 2， 耶！那上一支影片呢，主要介绍了就是尼基伊恩第一个诞生的男团，就是 Luxiem。那也感受到了我的频道呢，真的有蛮多人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。除了当天呢，就是上片时候就收到系统的烟火庆祝之外呢，也有很多小豆腐留言跟我说，就是因为我的影片介绍，然后也入了 V 坑等等，我就是现在真的到哪里都会被抓到了。看我在 Luxiem 新歌下面的留言区，就是完全就是大型的抓包现场。但真的是超级感谢大家，就是不吝啬的跟我反馈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留言啊，然后鼓励等等的，就是因为有你们敲碗互动，我才有动力可以更新。刚好也趁着 Luxiem 的影片呢正式突破10万观看次数的今天，那也是我准备给小豆腐粉丝们的7夕情人节礼物。反正这样子双重的享受之下呢，宠粉社长要来实现大家的愿望，也就是呢尼基伊恩第二个男团 Natives 的介绍推坑特辑来喽。那相对于上支影片呢，因为考量到我的频道可能有蛮多人就是不知道 VTuber 是什么，有科普性质一点点的成分在里面，或者刚踏入 V 圈应该要先注意什么东西啊等等的，所以就是在上支影片呢，我花了很多的篇幅跟大家分享就是追 V 的那个注意事项。今天在这支影片当中呢，就不会再重复这个部分了。所以如果呢可能也还没有入 V 坑，然后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的小豆腐呢，我觉得建议还是要去看一下那一支影片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比较不会是这么严肃的感觉，就是比较没有那种科普的感觉了，会恢复呢就是社长平时讲干话以及随性的就是 style， 满嘴就是跑车的那种感觉，来跟大家聊聊 Natives 的这5位大男孩。那如果呢你们也是对 V 呢有兴趣，或是还在观望的小豆腐呢，就接着继续看下去吧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任何的新影片哦。那也可以呢追踪我的推特或是 Instagram。那基本上呢推特呢都是在风言风语，然后 Instagram 呢都是在 po 生活类型的分享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呢也一并的就是追踪起来咯。 Go Go Po！Natives 呢是尼基伊恩呢推出的第5期男团，又被粉丝称为是后辈组或是 N 加等等的。那出道时间呢是2022年的2月27号，出道曲呢以强势帅气的曲风呢夺得大家的喜欢，目前呢也应该已经突破500万的观看次数了。那5个人呢来自于不同的时空背景，但和都是来自于过去的 Luxiem 不同呢，他们则是来自于未来，为了寻找自己的救赎呢而穿越从未来呢来到了现代。那由于呢在团体联动的时候相处方式呢很像一家人，所以也被称为就是 N 加。整团的画风呢也是与其他团都不尽相同，算是全团深夜跑车的混沌组。整团呢纯洁度测试平均值呢只有41分，直接干掉就是 Luxiem 的纯洁指数。那在色色的地方呢，反应速度真的超级的快，真的是称得上人人一张嘴呢都是一台好车。I love 色色。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这5位成员的方式呢，也跟上一支影片一样，就是从官方当时出道的顺序跟大家做介绍。Don't make me use lethal force。棒棒棒棒棒 ！BSF 大。对，真的超级难念的，我真的念了超多次了。那首先呢，要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Sunny， 对，就是 N 加的大哥担当，来自于未来虚拟特种部队的 VSF 队长。那出道前呢，就各种狂言狂语，就是说要活捉 Luca 的黑手党前辈。那实际上呢，其实跟 Luca 一样，都是居住在澳洲，算是 N 加勉强算得上纯洁的担当，获得了84分。但是撇开这个障眼法之后呢，也是大家都会知道，其实他是各种汤的发言也是通通都来，有点社恐，但是喜欢可爱的东西，例如 Albon， 对，还有葱，就是常常呢，就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切片，他就是抱着葱会直播。那因为角色的头发呢是荧光黄，所以呢也是被称为就是行走的荧光棒等等的。那有时候呢会非常的突然之间黑化，算是非常的极度双标的地控。而且另外呢，桑尼的日文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，和树一样呢都有开过就是纯日语的杂谈直播。那如果呢要推荐大家就是桑尼的入门影片的话呢，一定是首推他强到不行的初配信。那当初呢听到桑尼的日文声线模仿的真的是惊为天人，简直呢就是专业的声优了，而且还模仿过就是 Luxiem 啊，还有 JP 的前辈们等等的声线，就是都非常的厉害，算是随口信手拈来的那种感觉。那第二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呢，就是他们在联动的时候的那个鬼抓人，就是有黑化并交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速度呢，都让其他的成员就是4位成员真的吓傻了。懂玩又并交的语气呢，真的是让大家措手不及。另外还有跟着队长犯罪的 Ghost Game， 就是看着宝宝儿队长呢藏东西真的是萌到不行，跟 Albon 呢玩的那种简直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画风。如果也是想要被队长萌的不要不要的话呢，就十分的推荐大家去看看这几支影片咯。
Keep your eyes on me. 第二位呢，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Wookie， 来自于未来的灵媒。官方设定呢是在据说所在之处呢有个奇特的现象发生。那社长本人呢跟各位小豆腐一样，都是喜欢 BL 的，是个腐男，也是拥有了天使般的歌声。出道的时候呢就公开了自己自创的歌曲，歌词呢的意境十分的美丽，而且令人印象深刻。当然呢，他说他爱男人的步伐那一段呢，我也是非常印象深刻。那我当时呢是没有就是追楚佩信的直播，不过后续我看切片的时候呢，一听 Wookie 讲话，真的就是觉得被击中心房了。Wookie 呢，绝对是拥有我最喜欢的那种声线，就是讲话的时候呢，带有一种共鸣感的，就是小黏音，很像是那种猫猫就是在刷你痒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呢，唱歌的他跟张嘴讲话的他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风格，不一样的世界。Wookie 呢，常常会用最温柔的嗓音，然后开着最高速的车，诞生出呢非常不得了的经典名句，例如 Hi bitch， 还有 Everyone move, I'm gay. Everyone move, I'm gay. 我不需要会开车，因为男人们会载我。那这种必须的女王式发言呢，真的是反差感，我可太爱了，绝对称得上是 Wookie 式的特色。那除了声音之外呢，我也非常喜欢就是 Wookie 的生活美感，不论是在麦块当中呢，建造出来的那个建筑配色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用心，很厉害，大家就觉得是天才的那种感觉啊。还有那个 unpacking 当中呢，会依照颜色摆放啊，那种细腻的程度，或是在杂谈当中呢，就是有提到就是对时尚穿着的设计，所以是我生活中好朋友的闺蜜那种感觉。另外呢，她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她绝对称得上尼基伊恩当中最成功的海王。只要 Wookie 所在之处呢，没有不跟他扯上一腿的男人。我在推特呢看他钦点过的 CP 配对名呢，应该已经算是尼基伊恩里面当中最多的了。那如果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Wookie 的影片的话呢，自己首推呢绝对是他的卡拉 OK， 就是歌回。那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当时直接清唱了我最喜欢的漫画 Given 当中的 Fuyuno Hanashi。我自己有多爱 Given， 相信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，甚至还举办了电影包场等等的。那 Wookie 唱的时候呢，我简直就是觉得天哪，双厨狂喜啦 ！TSKR。那再来第二个呢，要推荐的应该算是他开了第3只眼的那个酒吧杂谈。那呢，他当时就是有自曝他是一个会下厨、还会打扫，而且还会赚钱的最佳男妻。那喝醉酒的时候，他会特别奶，就是爱撒娇，而且会常常会讲出一些就是不该讲的话等等。所以呢，就导致他的另外一半 Fogger 常常会特别留下来照顾他，直到他下播。讨亲亲、讨抱抱的行为已经让粉丝就是很麻木的，非常习惯了。这一切都不算什么，我们就只是个电灯泡。还有他跟福奖的联动 We Were Here 的直播，两人的合作默契十足，结局呢还十分的感人。还有就是 It's Take Two， 就是两人刚好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 ，CP 粉同人女在看的时候呢，完全就是大口的吃粮不用钱。这几个影片呢都相当有趣可爱，所以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咯。First your heart, then your valuables. 没错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撒娇技能满点的 Albert， 也就是 N 家的猫猫担当，算弟弟吧，就是哥哥跟弟弟组。那在官方的设定上呢，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怪盗，个性呢有点傲娇，非常喜欢恶作剧，所以呢被称为就是 Albert 喵。那也因为脱掉外衣的时候呢，太像超商店员，所以呢也被称为就是便利商店君。那 Albert 呢超级会模仿他哥哥卢卡的声音。I love Valorant. 因为两人呢是同一位会师亲妈，所以呢大家都会称两人就是亲兄弟。那每次模仿卢卡的时候呢，都会让大家就是完全一头雾水，想说是不是卢卡真的来了？那他自己本人呢笑点也超低，常常就是会笑到就是停不下来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我看过最有就是笑声感染力的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他的影片？那除了这个印象深刻的笑声之外呢，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乐观又开朗的个性，因为他真的是非常会夸奖成员，然后鼓励人。因为我当初在看卢卡生日的倒数直播的时候呢，就因为就是 Albert 的发言，然后感到非常的温暖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猫猫男孩。虽然他是超级混就没有错啦，但是坏的很可爱也是他一大特色嘛。那推荐 Albert 入坑影片的话呢，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麦块直播，在游戏的过程呢，相当符合他的怪盗人设，然后还会到处的偷人家的东西啊，狂挖陷阱等等的。我觉得完全是跟卢卡是同一家的那种，喜欢恶作剧，然后狂挖陷阱，有可能还会害到自己，那种感觉简直是一贯相承，大家知道吗？还有在20万订阅庆祝的直播当中呢，他自己就亲自的演绎自己为主角的同人文，然后非常的精彩。那 Fogger 呢，就是一直到处拱火，就想说他们可以就是再来一点更厉害的感觉，这样看了呢，就让同人女就是会心一笑。另外呢，他跟 Fogger 的联动 A Way Out 呢，也令我印象深刻，因为他们两人呢在游戏的全程就是车速油门踩到底。例如什么我喉咙有点痛痛的，哦不好意思我太大力了，猫咪会有倒刺我可以理解。那种一搭一唱，然后完全可以当做相声伙伴们出道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蛮好笑的。我是 Fogger 的弟弟。
Come in. Do you read me? Bogan 呢，在官方设定上面呢，是来自未来的一个生化人，虽然四肢呢都是冰冷的金属，但是呢拥有一颗柔软的内心。外表呢和官方人设虽然都是走那种霸总啊，然后无情的路线，但是本人呢却是相当的豪迈，一点也不做作。那最经典的招牌呢，就是他那个茶壶的笑声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，都会想说是哪一家的水又开了这样子。那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就是他跟 Wookie 一样的，都是喜欢耽美，所以呢也被称为就是腐将，那也就是腐男子的部分，十分热爱写作，并且呢正在连载自己未来科技类的小说。那虽然自己本人表示呢极度的不爱自己的声音，但是我自己公司的剪辑师呢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线。但我自己呢则是比较喜欢他对于事情的看法，还有跟人群互动的方式。因为我发现他常常会在很多人联动的时候呢，就是观察且照顾到一起参与联动的其他人，而且呢还很容易就是可以夸奖，然后细数出每个人的优点啊，然后一大堆输出彩虹屁等等的。很多人会说还是就是30岁成熟男人的魅力，但其实夫讲30岁还是比我小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根本就没有多大啊。那我自己就是比较倾向于他本身就有一个比较纤细又温柔的心，算是我自己最喜欢他的一点。那还有呢，夫讲还有 Wookie 真的是离同人女最近的男 V 了吧？就是扒同人文啊，还有 fan art 的功力真的是完全一流的，经常会转推，然后留言给粉丝，而且杂谈的直播呢也会花式称赞粉丝们的图跟文。如果说 Wookie 是会各种的转推超狂的 R18 图片的话呢，那夫讲呢就是直接深入的指导同人女的聚集地，像他平时就超级热爱逛什么 B 站啊、微博啊、Loft 啊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割什么 CP 脑都没见过，完全就是往死里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他本身呢，在耽美的小说，尤其是中国古耽的作品当中呢，我觉得造诣非常的深。那经常会在推特上面晒他买的一些腐的一些收藏品等等的，也会在杂谈当中呢跟大家聊一些像什么魔道啊、天官、二哈、陈情令，然后什么山河令等等的。而且他还知道天天就是天天，就是他们用英文讲 every day is every day， 有一种让我看的时候啊，天哪，好神奇 amazing 的感觉。Yo, chat, every day means every day. Let's go, Wang Shen! Oh my god, you're right. Every day means every day. I was like, oh my god, this I'm man like, is yeah. very dedicated. 就是完全想要邀请夫讲来我的公司玩，有非常多墨香铜臭的周边，还有 BL 书籍。没有办法来的话呢，没关系，姐姐可以寄给你，好吗？而且呢，我还自己私心想要推荐，就是夫讲呢可以看看像是沙野啊，或是追声与寻图，还有陈州等等呢，我觉得都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，就是耽美元旦的作品。那当然拉回来呢，夫讲他自己本身呢，就是被号称就是N团中的 Daddy， 然后 Wookie 呢是妈咪。那两人呢从出道开始就一直花式的放闪，只要有双人一起同框的场合呢，那必定就是少不了大家都要戴墨镜的这个必备品。堪比就是彩虹社呢认证的官方配对 CP。最新的医生图呢，直接官方让两人同居啊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如果要推荐夫讲入坑影片的话呢，首先我的剪辑师力推的呢就是 Cyberpunk 的2077，直播中呢就是实力的演绎自己鸡腿换来的开车技术，还有雅库扎林的动作大片，就是跟着小杨一下子落泪感动，然后一下子笑疯。还有可以推荐就是尼基恩联动的太空狼人杀，那有一局呢就是夫讲跟 Vox 的两人兄弟联动，那局呢真的是太好笑了，他完全是被那位哥气到一个不行，就是他的兄弟 Vox 呢一直在做任务，然后完全不杀人。看完那场直播呢，也很推荐大家去看看整场多重视角的剪辑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。哟，好有学问。那最后压轴呢是我们的 Yugo， 那他是呢号称 N 家的宝宝担当，满腔热血的天才 DJ， 也是 EN 组当中呢真正的日本人。要看 Yugo 的直播呢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自己的就是耳朵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们的热血 DJ 呢常常会使出就是那个嘶吼功。那如果我不小心戴耳机呢开到非常的大声的话呢，可能要有一个耳聋预警。那自己说他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奶昔，那也因为呢，其他的团员呢都有自己的官方 CP 配对，所以 N 团的图呢常常都会有就是 Yugo 独自在中间，然后抱着奶昔，旁边就是2对 CP， 那种孤苦伶仃的感觉真的是，来没关系，姐姐来抱抱好吗？那其实 Yugo 呢，我觉得一直以来都算是还蛮努力的 V， 就是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物呢，也都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克服，所以呢，蛮多 Yugo 的粉丝呢都称呼他为就是成长养成型的选手。那如果要推荐 Yugo 的入坑影片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天籁的美声歌回。虽然平时呢打游戏的时候呢，就是常常会血气方刚又冲动的大喊，但是呢每次在歌回当中唱抒情歌，然后又弹吉他呢，真的是融化了大家。还有另外呢，就是非常特别的声音训练班，
直播，有非常多 EN 的选手呢都有报名参加过。还有最近一个系列就是很多人喜爱的恶作剧电话系列，那 Yugo 呢会把大家的直播声音给录音起来，并且呢就会剪成片段，然后呢用成就是对话的感觉打电话恶整别人，那就可以收集到呢有非常多错愕的表现。那当然近期呢也被秀前辈呢就是破解了，以 Yugo 接 Yugo 的电话方式呢反整回来，前辈果然是一个狠人呐、那当然呢，最后也要超级推荐他们5个人呢的联动影片。N 团呢最让我羡慕的地方呢，就是比起我们家 L 团，就是他们的联动算是多很多的。所以本身如果是 N 家的相推的粉丝呢，真的是幸福的。那像是 N 团首次的联动 Radio Nut， 或是像鬼抓人等等的，我觉得都推荐大家去看看。当然绝对不能错过的呢，还有就是 Lucian 还有 Noctis 的5对5的打瓦联动，两团的风格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。我记得大家在开播之前呢，大家都打赌就是 N 团绝对是大获全胜，毕竟呢我的主推Rukan完全就是一个光靠一张嘴的小菜鸟，但是没想到呢，就是实际上两团打瓦时候风格截然不同。那晚呢，如果有一起开8个视窗呢，同时观看的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就是非常精彩，算是呢粉丝们绝对不能不补的功课。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Noctis 的介绍推荐影片。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有没有更了解他们，或者如果说里面有哪一些资料不正确的地方呢，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再整理更新在资讯栏给大家看看的。其实越深入 V 坑呢，就会发现彩虹色 EN 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大家庭。那如果大家呢也喜欢这类型的就是 VTuber 相关影片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下一支影片可以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关于我当时是如何发现 V 的，以及对于他们本身的出道初印象，还有现在的就是反差印象等等的内容。那如果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小豆腐，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讲哦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还有准备的内容呢，大家会喜欢，不要忘了要帮我把这部影片呢按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把影片呢分享出去给你所有喜欢 VTuber 的朋友们哦。那我是 Niki，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